随后幽阴主的身影微微有些狼狈地倒退几步，要不是萧炎的灵魂力量已达主境境界，恐怕就算出其不备，也无法成功的对其灵魂造成伤害。但是就算如此，幽阴主的修为已达最强主宰巅峰层次，刚刚那一下也仅仅只是对他有着不少在灵魂上的创伤而已，并不致命。萧炎也没打算靠着主境灵魂的力量就将其击败，只是想让幽阴主分心罢了。也就在幽阴主刚刚被灵魂攻击之后的那一瞬间，奇异的圆环已经降临在幽阴主的上方，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在圆环之内暗发出来的轮回之力。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幽阴主显然也是感觉到一股危险弥漫着全身。他惧怕的不是轮回之力，而是神怒轮回中的神之力量。这股神之力量才是他们这些最强巅峰主宰者无比忌惮又是非常遥不可及的神圣力量。可恶，该死！幽阴主见自己被奇异圆环所包围，再怎么逃都无法逃出这种拥有神之力量的杀招，其脸色极度阴沉与后悔。为什么刚刚不直接击杀萧炎？但是没有所谓的后悔药。很快，神怒轮回奇异圆环散发出来的神圣力量直接将幽阴主的身躯吞噬而尽。在这轮回之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幽阴主正在被里面的恐怖力量所侵蚀肉身，一声声痛苦的咆哮声自奇异圆环内传出，以及火焰焚烧的嗤嗤声响，还有神圣之力以及强大的轮回之力，三种皆是可怕的力量在冲击幽阴主全身上下。在此刻，就算是强如最强主宰巅峰的幽阴主，都无法能够承受如此可怕强大的摧枯拉朽般的摧残毁灭。神怒轮回环在不断的扩大至整个幻境中，所有的事物都在这奇异的圆环所吞噬，包括幻境也是如此。或许是有着神之力量的缘故，竟然将幻虚神火所制造的幻境都给彻底的吞噬。随后，整个空间都开始剧烈的震动崩塌。大家快走！幻境空间开始崩塌了。萧炎一声厉喝，刚刚还在与那位最强主宰后期老妪激战的灵动和沐尘闻言，也是停下手中的攻势，两道身影化作流光，直接朝着这片黑暗的一处发出亮光的圆弧空间通道掠去。那道圆弧空间通道便是离开幻境的唯一出路，这也是刚刚神怒轮回直接将幻境彻底吞噬后所出现的逃生通道。所以萧炎的目光看向古霸界一众人，然后体内的地炎再度席卷而出，化作一道长长的绚丽火边，与圆弧空间通道入口衔接。快走，抓住他！萧炎声音有些急促，因为幻境的崩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再逗留1秒，那么就会彻底的与幻境一起消失。古霸界的众人没有任何的迟疑，深知此时幻境碎裂崩塌的危险。5道身影暴冲而上，直接抓住了绚丽的火绳。萧炎见状，直接操控着地炎之火，最后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圆弧空间的通道入口处奔涌而去。而幻境空间也以惊人的速度开始逐渐的崩塌碎裂。而灵动和沐尘二人已经抵达通道入口，随后古霸威的5道身影随着地炎的急剧收缩下，顺利的登上了空间通道。萧炎的身影紧跟其后，前脚即将要碰到通道之时，幻境竟然彻底的完全崩塌而下，一股可怕的毁灭之力爬满在萧炎的身躯之上，即将被这股毁灭之力活生生撕裂的气息自萧炎脑海中炸下，暗自叫道：不好！最终其他人顺利逃出了幻境，而萧炎则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彻底的与幻境一同消失了。几道身影出现在纪元遗迹的沼泽上方，他们喘着急促的呼吸，似乎经历了一场生死逃命一般。而沼泽的下方那里盘坐着几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大元界的郭元峰几人。见到上空处那数道身影，郭元峰一眼便是看清，他们正是千元界和古霸界的人。林兄、穆兄。郭元峰直接起身对其摇手招呼，不过却不见萧炎的身影，而且就连古霸界的所有人都在这里，除了天人界那3位以及1位萧炎。难道说他们？灵动沐尘眼眸暗淡之际，在他们的身后突然感受到一股非常炽热的火焰气息。这是地炎之火，萧兄。灵动沐尘以及郭元峰等人见状也是面露喜色，刚刚的悲伤之感瞬间化为灰烬。绚丽的地炎冲天起，在空间中不断的燃烧下，一只手掌从火焰中探出，直接硬生生的撕裂这片空间。随后一道瘦削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望着这道瘦削男子，脸上挂着一抹笑容。众人皆是一笑，让你们担心了，刚刚真的太险了，要不是我将地炎包裹全身，恐怕我早已与幻境一同消失了。萧炎回想起刚刚那危险的毁灭之气，直接向自己扑面而来，一股能够硬生生将自己肉体撕碎的毁灭能量历历在目。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萧炎一咬牙催动地炎将自己包裹而进。地炎乃是天地间所诞生的奇物，应该能够抵御住那种自然形成的毁灭能量。萧兄的实力真是强大，我古霸威没有敬佩过谁，而你从今往后是我古霸威唯一敬佩的人。此时古霸威见到萧炎能够在那种毁灭的空间中安然无恙的撕裂空间走出，这样强大的存在，就算是他自己都遥遥不可及。萧炎则是摆了摆手道：这一次大家都有功劳，如果靠我一人，自然不会全身而退。哈哈哈，萧兄爽快，你这朋友我古霸威交定了，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来我们古霸界找我。古霸威爽朗的声音传出，与之前的时候完全是判若两人。这一幕大元界的众人皆是看在眼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前这古霸威还不是心高气傲，看谁都是不入流的蝼蚁吗？怎么现在对萧兄那么的坦诚？
见到郭元峰几人有些疑惑不解的看来，萧炎则是一笑，随后古巴威的目光也投了过来，在大元界的几人身上扫了扫，目光在花妹和依林这二女的玲珑娇躯上停留片刻。再看眼睛，给你挖出来呀！滚！在杜被古巴威那猥琐的眼神投来，二女皆是一声怒斥，原本洁白的脸颊此刻变得有些通红起来。郭元峰也是站在二女身前，目光犀利地凝视着古巴威。嗨嗨，我说你们不要误会啊！古巴威尴尬地咳嗽了2声，然后极为和善地微笑道：“元峰，你我也已经争斗那么久，我古巴威也不是什么难处之人。既然你也是萧兄的朋友，那么就是我古巴威的朋友。从今往后，大元界和古巴界不再明争暗斗。如果你们想要来我们古巴界修炼，也不是什么问题。”听到这里，一世都是以自高为大的古巴威，现在竟然说出了这番话，简直一时间都让郭元峰几人有些吃惊。其中特别是花妹和依林二女，郭元峰已经和古巴威争斗不是1次2次，也不会因为古巴威这样说辞就能够成为朋友。古巴威，你在玩什么花招？郭元峰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见到郭元峰依旧不相信自己，古巴威也无奈的面露苦涩，摊手目光看了看萧炎，似乎想要让萧炎帮他说几句话。收到古巴威投来的求助信号后，萧炎一笑，然后微微上前，声音缓缓传出：“郭兄，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同样都是第3等级世界生灵，我们应当共同对敌那些第2等级对我们的世界虎视眈眈。我千元界一直被界外种族入侵，要不是最后集合我们世界顶尖的战力，将其这些界外种族击退，恐怕千元界早已沦为他们的界外领域。而且这些界外种族3番2次都侵犯我千元界，我怀疑他们的背后肯定有什么神秘大人物在推动着。我们同为第3等级世界的守护者，要一起守护我们的第3世界，抵御那些界外势力。”大元界与古巴界的众人觉得萧炎所说也是有一番道理。郭元峰对古巴威的口气也稍微缓和了下来。既然是萧兄这么说，那么这次就不计前嫌，各自在这纪元遗迹夺取自己该有的至宝。你可别又出现抢夺大家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东西。闻言，古巴威也是尴尬的挠了挠头，旋即认真的说道：“好，之前怪我心高气傲了。如果这一次在幻境中不是萧兄出手相救，恐怕我古巴威也已经死在幽阴主的手里了。不过，萧炎竟然能够凭借自己仅只有大主宰巅峰的实力，彻底击败了幽阴主，这位可是10大最强巅峰主宰者之一的存在，连自己都无法能够胜之，结果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萧炎重重击败。当然，这不是萧炎本身的力量，而是融合了幻觉中的一丝神火本源，才击败了幽阴主。不然的话，谁也不是这位天人界最强巅峰主宰者的对手。萧兄的能力之强，连我都是佩服不已。不仅击败了幽阴主，还破了幻境，救我们逃离崩塌的幻境空间，这等恩情，我们古巴界是不会忘记。确实，萧炎最后的那道神怒轮回之力，不仅击败了幽阴主，同时在那奇异圆环无限扩大后，竟然都将幻境空间都能吞噬而尽，发现了幻境与现实世界的空间通道，最终众人安全撤离。萧炎也不曾想到，神怒轮回的力量能有如此的强大效果。此次能够逃出神火制造的幻境，也只是运气好罢了。误打误撞却一举两得，仅只是融合了一丝神火本源，就能有如此的威力。如果找到真正的神火本源，那不是直接可以轻松的越级战斗了？如果日后获得神火本源，萧炎也不夸张的说，对抗最强主宰的强者都不在话下。这就是神火的可怕力量，远远不是所谓的圣火以及幽火等火焰可以比拟的存在。萧炎一笑道：“运气好罢了，如今我们已经成功脱离幻境，我们继续前往纪元遗迹的最深处吧。”众人经过这一次的战斗，对于强大的力量越老越渴望起来。天外有人，天外有人，在第3等级的世界或许是最强者，而到了其他高级等级世界中，这点实力还远远只是新的开始而已。所以这一次纪元遗迹中有诸多至宝以及传承，甚至还会遇到神火本源这等神物，众人自然不会放过。好，我们第3等级的3大界一起合力，在这片纪元遗迹中能够各自得到自己所需之物，来提高自己的实力。古巴威兴致勃勃地举着右拳呐喊起来，与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或许有些人真的到了死亡边缘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的改变自己以往的错误方式。不过，能够让这位第3等级世界的最强主宰者改变以往的作风，确实是一件好事。林兄，沐晨，我们走。萧炎对其2人一笑，经过刚才的战斗，使得他们3人的实力变得更加的稳固下来，距离最强主宰的门槛也是越来越近了。此时萧炎的心中非常的期待着能够找到幻虚神火，只有这样，萧炎才会更加容易的踏入最强主宰的门槛。千元界、大元界、古巴界等众人化作数道流光，径直的往纪元遗迹的深处掠去。因为越往中央靠拢，一些强大至宝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以及某些强者留下来的传承，都是变得浓烈起来。而就在萧炎等人往以及深处掠去的时候，在遗迹的某一处区域，数道身影迎风对立，似乎是有着2道势力正在相互对持。而且除了2道势力之人外，还有一位绝美女子被困于其中。这位绝美女子正是前不久萧炎灵动沐晨在刚进遗迹时遇到的那位名叫吴雪的绝美女人。而此时，一道极为霸气中带着轻蔑的声音渐渐响了起来：“王熙，
你竟然敢插手我们神器联盟的事情，是不是以为你们天元界有一位元尊，就觉得我会怕你们不敢对你们出手吗？说话的正是之前那位神器联盟的使者，在使者的左右站立着2位身穿铠甲的女子，其气息竟然已达最强主宰巅峰境界，并且丝毫不弱于王熙的气息。反观天人界的众人，并没有惧色神器联盟的这位使者，虽然使者的实力比他们都强，但也不是被吓大的。王熙冷哼说道：你们神器联盟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去追杀一位与你们熟不瓜葛的女子，说话都是那么的理直气壮，而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看不过去才出来说理。这位使者的眼神逐渐的变得凌厉起来，看向王熙，一股无形的强大威压遍布这片区域，旋即声音都是极为的低沉。我并没有追杀他，只是他身上有我们神器联盟要的东西，如果只要他肯乖乖的将这东西交出来，我便不会为难于他。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你们整个天元界将会受到我们神器联盟的制裁，到时候就连我也不知道制裁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毁灭性。王熙身为天元界中混元天9域之一的年轻一辈领守者，可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吓唬的。而且王熙的修炼方式主要以杀戮为主，更不会惧怕，就算是对方的实力很强，也不会因为一句话失去锐气。其实力已经达到3连境巅峰，距离那准神境也就一步之遥，况且自己身上还有一些强大的底牌，如果对战这位半神实力的使者，也有着对抗的资格。我承认神器联盟的底蕴可怕强大，但是我王熙从来不压榨别人，只是看不惯一些事情出来与你谈论罢了。听到这位天元界的王熙男子依旧这般说话，使者的目光中散发出一丝可怕的凌厉之光。我说过了，我不想再说第2遍。现场的气氛似乎有些火药味，如果天元界真的惹怒了这位准神实力的使者，收到神器联盟的制裁，那么到时候天元界将会受到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神之压制。我也说了，如果你们执意想要这位女孩身上的东西，那就请你就先击败我。王熙的声音也变得平淡无比，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情绪活动。真正的强者都是会在即将开战前变得异常平静。闻言，使者则是轻蔑一笑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就别怪我出手说强者欺负弱者。使者已经踏入准神境，拥有了神骨日后，时机足够便可彻底进入到神奇境，成为一方真正的神奇者。而且天元界的6尊之神使者都不曾放在自己的眼里，何况王熙还只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唯一能够让这位使者忌惮的只有元尊一人。王熙敢在他面前叫嚣，那就用强大的实力再打得对方说不出话为止。使者也不再与之对话，旋即眼神一动间，这片天地间的所有能量竟然皆是被他操控，狂风暴涨，雷霆之力不断的凝聚而起，发生轰炸之声。这种声势太过骇然了，所有众人都是被这股力量所震慑。王熙的身躯一震，眼神一凝，使者一出招便是逼得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虽然他距离准神境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知道这一步究竟有多遥远。旋即王熙周身血红的磅礴元气猛然席卷开来，强大的元气从四面暴涨散发。王熙猛地仰天尖笑一声，在那一瞬间，仿佛是有着滚滚血海自他的体内咆哮而出，而且这些血海中的能量散发出非常可怕的能量，就算是此前的幽阴主，恐怕也没有王熙的气息强大。第2等级的10大最强巅峰主宰者前3就有王熙。显然王熙他催动了血海域的强大秘术，在这种强大的元气之下，的确算是极为不弱了。当年王熙便是远胜袁坤、徐明这些天元界的天之骄子，甚至已经是能够追逐赵牧神、武瑶、苏有为等人的脚步。燕天术。王熙的声音厉喝，响彻天地之间。只见得那磅礴浩瀚的强大元气席卷而出，直接是化为滔滔血海。血海之内弥漫着非常血腥之气，宛如是鲜血所化一般。血海呼啸间，宛如是要淹没了这片整个天地，裹挟着巨大的阴影，直接就对着那位神奇里面的使者笼罩而去。面对着王熙这等最强主巅峰的强者所施展出来恐怖血海，使者却是立于虚空，身如磐石，动也没有动。而众人早已是看得目瞪口呆，不愧是超脱了主宰的存在。王熙见到这一幕，顿时心中有些怒意，显然是这位使者看不起自己的招式，旋即一声冷哼，全力催动血海呼啸而下，直接就将使者裹挟进血海之中，引得虚空都变得震荡无比。而血海淹没使者的时候，不管是神器联盟的那2位随同女子，还是天元界这边的4位最强主宰者，皆是传出了诸多的惊哗声。他们都是知晓王熙这等攻势究竟是有多么的恐怖。见到那位使者纹风不动，皆是暗自咂舌。要知道，那血海拥有着极端恐怖的侵蚀之力，一旦被卷入其中，就算是同等级的对手也会吃不消。那位使者就在这时候爆发出一股无比惊人的能量攻击，一道神圣的光束洞穿虚空，直至血海之中。突然间，那血海的深处隐约有一道蛟龙长吟声响彻天地。片刻间，血海剧烈的震荡起来，只见得有亿万道神圣光柱自其中爆射而出，短短数息之间，便是将整个血海洞穿得千疮百孔。无数道震惊的视线望向那血海消散处，在此时变得一片死寂。
所有的目光都是近乎呆滞地望着那位使者。使者简单的一出手，便是直接将王熙那等恐怖的血海之士轻松地溃败下来。这怎么可能？王熙在此时有些失声出来，就连其余的天元界之人都是变得极为的失态，因为他们都是见过王熙的这等血海攻势，只要有谁被吞噬而尽，便会这道血海彻底的侵蚀。但是这位神器联盟的使者竟然能够在这等强大的攻势下轻易将其瓦解，何其不让人震惊！难道这就是来自一位准神境强者的力量？呵，你还想要继续吗？使者淡淡一笑，因为这就是准神境与最强主宰巅峰的差距，脱离了主宰境的境界，便可迈向那成神之路。一旦踏足这神指境，就算是沾染了一点神指境的力量，便会有着巨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乃是人与神的蜕变。神之下皆是一粒沙，因为神的力量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拥有这等神之力量，就算是一方大界的最强主宰，也没有丝毫的办法能够对抗。不愧是已经迈入准神境的强者，那我便来与你过上几百招。王熙双脚一蹬，直接朝着使者掠去，并带着强大的高密度世界之力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重拳挥出，犹如是天地间的一只猛虎，张开獠牙，狠狠地向猎物狂奔而去。眼看着如此惊人的攻势轰向自己的脑门，使者最近浮起一抹幅度，在一位准神境的眼里，所有的攻势皆是破绽百出。冰魄金针。这一次，使者微微抬起右手，一道道无比可怕的神圣之力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最终化作一道长长的冰魄细针，呈现金色之体，散发出令人心弦荡漾以及摄魄之感。就算是最强主宰，都是在其上感受到了一股能够洞穿自身灵魂的恐怖力量。在使者手掌挥出的瞬间，这冰魄金针直接随着天空上那咆哮而来的猛虎爆射而去。两道强大的力量在撞击之下的瞬间，这片周遭的空间竟然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众人望着那恐怖裂缝空间，眼神都是一凝，并且带着一丝惧意，因为那空间裂缝中传出了一种虚无的毁灭气息。这等气息，就算是那些最强主宰见到了，都是只能避之。但是此刻那位神器联盟的使者与天元界王熙，在这激烈的碰撞下，狂暴无比的锋芒直接震碎了这片大地，众人皆是身影暴退数百米之外。就在众人退去的那一刻，大地直接被强大能量轰击100米宽的巨坑出来，巨坑中黑压压的一片，犹如深不见底的巨洞。巨洞的上空处，那里依旧还有两道强大的攻势之力还未散去，并且在王熙那难以置信的眼神下，使者缓慢抬头一笑，那冰魄金针的金光急速闪烁间，直接击碎猛虎的攻势。下一刻，冰魄金针散发出神圣的光芒，戳穿猛虎的身躯。随后，这王熙的最强攻势碎裂而去。王熙没想到自己3连境巅峰的实力，竟然与使者交手不到3回合就被下阵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对于使者这等准神境的力量，王熙这一刻算是见识到了准神之力的可怕之处。因为准神之力当中有着一丝神之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王熙这等3连境的巅峰强者，相对应在大咒中的等级乃是最强主宰巅峰。像这等巅峰强者，也不是一位准神境强者的对手。可以想象，神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意志的力量，所以就算你拥有一整个世界的意志力量，都无法撼动神圣的神之力量。虽然准神之力还不是拥有完整的神之力量，但是发挥出来的一丝神之力，足以吊打所有准神之下的那些主宰巅峰强者。这一场战斗已经分出胜负，使者的攻势再度朝着王熙那身躯之上狠狠轰击而去。王熙银牙一咬，直接催动自身的全部世界之力，在其面前凝聚成一道防护罩，随后在手中出现一道黑色的防御盾牌，极为的神秘诡异，其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也有一丝神之气。使者的强大攻势轻松地瓦解了王熙面前的防御罩，冰魄金针那可怕凌厉的攻势再度击在了一道比手臂越长1倍的黑色盾牌上。这一刻，这堪称无敌存在的冰魄金针攻势，在触碰到这黑色盾牌之上散发出来的黑气时候，爆发出了能量的轰炸声，光芒四射。下一刻，使者的眼眸首次出现了异样之色，因为他最自信的攻势竟然被这黑色盾牌给阻断了下来，而且黑色盾牌之上的黑气无比的可怕，能够融化一切世界万物一般。这是……使者身影微微一顿，然后喃喃道。王熙此时身躯笔直地悬浮在空中，因为这黑色盾牌上散发出来的可怕波动超越了自身的气息，也就是说超脱了最强主宰巅峰的力量。你没看错，这就是72大神器排名第55的刑天盾。刑天盾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甚至可以防御准神之力的攻势，并且散发出来的黑气可以瓦解对方的一些攻势。当然，刑天盾的黑色气息强弱取决于使用者，只要使用者的境界够强，就能够发挥出刑天盾的真正力量。没想到这等神器都在你手中，但是你以为就凭这一道神器便能够击败我吗？真是异想天开。使者语气间带着一丝怒意，他以为王熙拿出神器就能够伤他，那还真是有些想多了。我也没想过配合刑天盾的力量能够击败你，但是能够利用刑天盾的强大防御力可以抵挡你的准神力量才是可以的。原本以王熙的实力无法正面对战使者，但是有了这等防御力极强的神器，至少能够防御下对方使出的强大攻势。这也就是为什么
刑天盾可以排名在72大神器第55名。是吗？你以为我的实力就这点吗？我乃已经踏入准神境，可是与你们天元界的6尊之神同等境界。你们这些最强主宰，在我准神实力的眼里，就是可以随时拿捏的一粒沙。主宰之力虽然是一个世界的意志，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成为一个世界中的主宰强者。但是主宰之力再怎么强大，那也只是一位凡人修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力量罢了。而我之前虽然是凡人的身躯，但是已经种下神骨，并且吸收那神之力量炼化至神骨中。这种神之力量也只有在体内种下神骨，方才能够纳入那传说中的神列当中，从凡人成神人。而你的修为中，我没感受到神骨，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踏足这神的境界。王熙眼神闪烁，自然是知晓主宰之力与神之力量的区别，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主宰之力是一方世界的意志力量，那么神之力量就是可以创造一方世界的大能。连神骨都还没种下的家伙，还敢与我对立抗衡，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去死吧！使者说到最后3个字，语气极度沉重，而且自他那眼眸中散发出可怕的寒芒，天地间的温度都变得异常的寒冷起来。一股可怕的寒冰力量自使者周身变化间，一条巨大的冰龙通体呈蓝色，那一双龙眼竟然能够转动，犹如是真实的寒冰巨龙一般，显示非常的生动，并且其寒冰巨龙身上的寒冰之气能够冻结世界万物一般，而且将一道强大的功法体现出如此真实又强大的力量，恐怕只有拥有神之力量，哪怕只有一丝神之力量，也能够将一个不是活物的东西变得生动真实。这就是神之力量，可创造万物之大能。如果你能够再将我这招抵挡而下，我便认输。使者的这招力量极强，恐怕已经施展出他自身的70%力量，就算是同境界的对手对上他这道恐怖至极的攻势，都要避之锋芒，因为其中的力量还有着一丝神圣的力量。这招力量不是凡人修炼至巅峰的主宰力量能够对抗的。或许在使者催动出这招之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灭杀所有生灵，来自一位神的毁灭，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也没有能力去阻挡。使者轻轻手一抬，随着使者的低沉之音，这条寒冰巨龙摆动着他那巨大的身躯，朝着王熙这面爆发出惊人的龙吟声。龙眼似乎是牢牢地锁定住了目标，直冲天际，划过虚空，在其周围的空间都被这极地的温度直接凝结成冰，可以看到空气中的水蒸气都被凝实，方圆百里皆是被这股寒冰力量笼罩，所有人的身躯竟然被这极为可怕的寒冰力量牢牢地冻住了身躯。但是一些实力达到最强主宰的强者，催动自身世界之力，才勉强与之抵抗。王熙也感受到这天地间的温度变化，知晓这位神器联盟的使者开始认真，竟然施展出如此可怕的技能，便是不要有丝毫的停留，直接释放出自己那高密度的世界之力。这种力量或许在凡人修炼者的眼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存在，并无人能够撼动，可是在一位准神强者眼里，这无疑就是星辰与皓月之差。刑天斩将自身的世界之力运转极致后，直接灌输在自己手中那刑天盾之上，随着高密度的世界之力进去，刑天盾发出一道黑色光辉，这黑色光辉则是化作一道巨斧，散发出可怕的神器力量。这也是王熙最强的招式了。刑天斩在王熙的催动之下，直接向那寒冰巨龙的龙头砍去，黑色巨斧冲上天际，犹如是开天辟地的巨斧一般，那恐怖的声势直接洞穿空间，来自神器力量的攻势从上劈下。在黑色巨斧劈下的那一瞬间，可以清晰地听到有龙吟的咆哮声，惊天响彻而开。距离远处的那些主宰者都是瞪大眼睛，不敢置信。那等程度的对战，就算是那些最强主宰后期或是巅峰强者都无法参与，因为一旦被那些对碰之下反射出来的强大余波攻击，